思妍，娶我。10年了，思叶，我来厉家替你报仇了。有请李小姐。我等了整整10年，世月，你终究是我的。今天可是李小姐和厉总的订婚典礼，李小姐穿成这样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今天可是傅家大少爷傅思业的忌日，以前李小姐可是他的未婚妻。可傅家当年甚至被黎家和厉家联手送上黄泉路的呀。嘘，别说了。师爷，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是我父亲的头七，黑色代表守孝。我不想你被别人说对岳父不孝。思妍，你确定要用厉家二少爷的这张脸回去复仇啊？厉家二少爷20几年独自生活在国外，无人问津，病死的消息还没有传回国内，用他的身份是再好不过了。可这毕竟是你的仇人呐。一句皮囊而已。反正真正的傅思业已经死于10年前的那场大雨之中。我现在只想将傅家的这笔账跟他们清算清楚。那李诗雨，心爱之人的父亲和傅家死敌联手灭我满门，而她却要嫁给凶手。你觉得？有趣，不过这场宴会应该更热闹一点才对。请2位交换戒指。慢点。这双眼睛好熟悉。这不是厉家自由养在国外的二少爷厉行渊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10年前，厉家和黎家联手诬陷我父亲制造假药，害人性命，父亲被他们亲手送上绝路，母亲含冤自尽，傅家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本该死在一场大火之中，可老天如意，我想。二弟，医生不是说你缠绵病榻，命不久矣。哼，可惜啊，阎王不收。没事儿，只是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今日大哥订婚，我当然要来道喜。你说对吗，李小姐？阿福。你就是行渊吧？我常听你大哥提起你。是吗？没想到大哥和李小姐的感情这么好。行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来参加大哥的订婚宴，自然是要来送贺礼的。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, 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, it's pushing me harder. 这是什么？今日是大哥的订婚宴，又是我跟李小姐的初见，我自然是要敬未来大嫂一杯酒。
李小姐，请吧。我和厉行渊无冤无仇，他为何对我这么大When 意 you？ treat me like that, 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, I only get stronger, I only get stronger 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. 厉行渊，你胡闹也要有个限度，这可是整整10杯的伏特加，你是想要你大嫂的命吗？大哥还真是心疼大嫂啊！既然如此，不如我跟大哥谈一笔交易。你想要什么？把厉家的医药公司给我。不可能！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。 5年前父亲病故，遗产你我兄弟2人平分。大哥如今该不会是想问一下我那一份吧？看来呀，这厉二少爷是回来争家产的。这下可有好戏看喽！厉家医药公司牵扯到当年傅家灭门的真相，厉行渊早不来晚不来，为什么这会回来抢家产？还偏偏是医药公司？医药公司并不在父亲给你留下的遗产当中。今天是我和诗雨的订婚宴，你有什么事情？等订婚宴结束再说。大哥的意思是不愿意了，那就劳烦李小姐收下这杯贺酒。够了，厉行渊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奉陪。是谁？李小姐，味道如何？够了，厉行渊，你20几年未曾回家，一回来就要这样胡闹吗？行川，试试。什么？这10杯酒中只有1杯是水。李小姐的命还真是好啊。好了，行渊，现在诗雨已经按照你说的喝了酒，你应该满意了吧？你放心，父亲遗嘱中留给你的那份财产，1分都少不了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等订婚宴结束，我们慢慢聊。好，请在场的诸位给我做个见证，大哥可千万别忘记自己说过的话。订婚宴继续，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。It's me and you, baby, ain't nobody coming between us. 厉行渊，这是我的房间，你是不是走错房间了？这里是厉家，我是厉家的2少爷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说是吗，林夏？你想要厉家的家产？这些原本就都是我的，没有傅家，厉家也不会走到今天。而你和你的父亲不正是他们的帮凶吗？巧了，我们的目的一样，或许我们能成为同行。大嫂，黎家在傅家被灭门之后就家道中落，是靠着厉家才走到了今天。你有什么资格去做我的朋友？厉家的医药公司表面上做的是慈善事业，并不赚钱，但背地里的交力可是一本万利的。不然为什么你非要医药公司，而厉行川却死咬不放？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当年都说厉家和黎家联手害死了傅家，随后并平摊了他的家产。但是现在傅家的基业可被厉家霸占着，你很清楚这件事，你也很清楚厉行川不会把医药公司给你，所以你才会出现在这儿，对吗？
可你跟厉行川情深意切，在订婚宴上不惜替他喝下一大杯伏特加，替他解围。你那么爱他，我们怎么联手？他害死我最爱的人，我对他没有半分情感。订婚宴上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逢场作戏，我只是想要取得他的信任而已。你最爱的人，前尘往事，不提了。怎么样，合作吗？厉行元，那你嫁进厉家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拿到厉家的医药公司，查清楚背后的交易，还厉家一个清白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九泉之下的父亲还有思叶说。和你一样，我想要厉家的家产。等婚礼落成，好好做你的厉太太，厉家的家产都是你的。钱放在自己身上，总比放在别人身上强。真不愧是黎成山的女儿，比起她更贪婪。你可别忘了，当年傅家灭门，厉家可拿着傅家所有的资产。要说贪婪，谁比得上于厉家？你对厉家还真是了如指掌啊！诗雨，是我。诗雨，开门！厉行元，你还不赶紧走？诗雨，你想干嘛？亲我。诗雨，开门！厉行元，你疯了吧？刘根，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一小姐，星川，宾客都送走了。诗雨，你刚才干什么？我敲门，你为什么不开？我刚刚在跟朋友打电话，可能太投入，没听见。星川，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啊？你脖子是怎么回事？可能我刚刚洗澡太用力了。星川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赶紧回去洗澡睡觉吧。诗雨，这一天我等了10年，你终于是我的了。星川，你冷静一点！星川，冷静什么？你已经嫁给我了，为什么还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啊？你的心里还有傅思燕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星川，你冷静一点。李诗言，傅思燕已经死了。10年前贺明的一场大火，把他烧得干干净净。而你，只能是我的。这一切跟傅思燕无关。只是我们今天只是刚订婚，我不想在婚前，而且今天是我父亲的头七，你选择在这一天订婚，
海城的人本来就对厉家议论纷纷。星川，我们不能不顾厉家的颜面。你是说，还是为了我好？3个月，再给我3个月时间。3个月后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，好不好？是我太激动了。没事，我刚已经让佣人把客房收拾好了，我去睡客房。你就住在这儿吧，我去住客房。你放心，只要你的心里有我，我一切都听你的。诗雨，明天我就带你去公司，我要让公司所有的员工都知道，你厉诗雨是我厉星川的妻子。好，早点休息。重复了几百遍，重复的情绪，重复的熬过想你的夜。教育我怎么爱你，却没教会我。我一定要调查出当年傅家的真相，还你一个清白。夏天之日，一定要过来。凭什么？我从小就陪在大哥身边，凭什么大哥满心满眼都是厉诗雨，还要安排他进公司做副总？就因为我是一样的吗？小姐，稍安勿躁。我怎么都不急。侧明，你是大哥最得力的助手，整个厉家除了大哥，只有你对我最好。帮我想想办法，帮我想办法把厉诗雨那个赶出厉家。小姐，您放心。事情我已经办妥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爬到小姐头上来的。厉总好，都坐吧。今天让大家过来，是想正式通知一下，林诗雨，我未来的妻子。各位，昨天的订婚宴待满了，还望各位海涵。不愧是我们厉总的太太，真是风姿绰约，可不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可以比的。也是一等一的下。诗雨即刻起就是厉氏集团的副总，将接手部分公司的业务，大家欢迎。这么热闹，开股东大会都不叫我啊！行渊，厉行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厉家养女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毕竟以后我是要接管公司的，我来熟悉熟悉业务嘛。你说对吧，大嫂？他是冲着我来的。大哥不会不愿意让我旁听吧？行渊，你也是厉家的一份子，你大哥怎么会不想让你旁听呢？你说是吧，星川？你大嫂说的没错，既然来了，就给我好好听着。会议开始吧。厉氏集团盛名医药的财报在哪儿？厉总，盛名医药的财务报表丢了。你说什么？盛名医药的财报一直是你经手，财报的明细更是公司最高的机密。刘经理窃取商业机密，可是要坐牢的。厉总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！半小时前我还确认过，怎么没了？厉总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应当异地严查。破助理说的有道理啊，
我来的时候，公司大门已经关闭，这半个小时之内应该没人能出得去。要是想找到财报，好好翻翻办公室就是了。何明，去给我查。是。林诗雨，你昨天在订婚宴上有偷风光，今天这会多么狼狈！李总，我找到了，财报在。说，在谁的办公室里翻出来的？李总，财报在李小姐的办公室里翻出来的。大哥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没想到竟然是家里出了贼。贺助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把这个丢到警察局去！太太，别让我为难，请吧。贺助理，你未免也太随机。贺助理是为了公司清理无故，像你这样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就应该把牢底扶住。大哥，你可千万不能心软。石宇，怎么回事？邢川，从进公司开始，我就一直跟在你身边。且不说我没有时间去接触财报，就算这财报是我偷的，那我偷财报的目的是什么？李总，人赃俱获，他分明是在狡辩。您可一定要赶他出去。像这种女人留在厉家，以后说不定要捅出多大的篓子来。贺助理，该被赶出去的人是你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贺明，亏我如此的信任你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！李总，我冤枉啊！人赃俱获，贺助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一直跟在厉总身边，怎么可能拿到公司监控？那就得感谢邢渊了。厉行渊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有进女厕所的癖好。我的癖好还有很多。李小姐，要见识一下。厉行渊，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没时间跟你谈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来应付保密服的，没想到李小姐如此的不情。这是什么？贺明从厉行川的办公室里偷了盛名医药的财报放到你的办公室。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这是打算诬陷李小姐，就要被赶出厉家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厉行川不会傻到把真实财报放到办公室里可能去偷。我要你拿到真实财报。上交。
举手之劳，大哥不用谢。事到如今，贺助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是大小姐。厉总，是大小姐指使我干的。绿枝，当年你指使贺明放火烧毁傅家，你们的报应来了。贺明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大小姐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不可能不管我的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别听他的，他都是胡说。师爷，这件事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按照公司规定，贺助理应该被送到警察局，但是他在厉氏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又尽心尽力的份上，我看就把他从公司赶出去，通知全行业永不录用就行了。师爷，他刚刚污蔑你，你就这样轻易的放过他吗？邢川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说是吧，荔枝？李诗雨，你这少在这挑拨离间。大哥，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情，都是贺明他。够了！诗雨宽宏大量，不和你一般计较，竟然还出言不逊。行远，把他送到房间，好好让他反思反思，什么时候知道错了，再把他放出来。大哥，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厉大小姐，请吧。厉诗雨，你这不会放过你的。就按照诗雨说的，把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丢出去。厉总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厉总。厉总，厉总。师爷，委屈你了。厉行渊，你上错车了吧？厉行渊，你……李小姐要去杀人，我自然要跟过去善后。谁说我要去杀人了？深夜去找贺明，不是为了杀人，就是为了去图财。想要从贺明口中套出生命医药的真实财报，大嫂还真是聪明啊！不愧是一家二少，这么快就猜出了心思。所以说，你应该嫁给我才是。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恶人。想跟着就闭嘴。Can see it from the way you're looking at me. You don't think I'm worth your time. Don't care about the person that I might be. Offended that I walk the line. So what if I'm not? So what if I'm not everything you wanted me to be? And you treat me like that. 林诗雨，又是你！看来大小姐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……要不是我今天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，我杀了你！错了，害你的人不是我，是荔枝，是厉家。你想想，让你办事的人是荔枝，而只有你一个人沦落到这样下，而他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厉家大嫂子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大小姐一定不会不管我的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喜欢荔枝吧？
但是对于他来说，你不过是一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。你为厉行川鞠躬尽瘁时，仅而换来的是一个破麻袋。厉行川，你恨厉行川，而我们有办法解决厉行川，要不要跟我们合作？这里面有500万，够你后半生衣食无忧，好好想想。你们想知道什么？我都告诉你们。盛名医药的真实财报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好好想想，我可没有厉行川那么……我说，盛名医药的生意，除了厉总，其他人都不知道真实情况。真实的财报一直藏在厉总的书房里。书房？滚！厉行川的书房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进去，就连他的打扫都是自己进行。看来要取得盛名医药的财报没有那么……事在人为，事情还没做就开始说丧气话，小叔啊，你未免也太没志气了吧？李小姐既然心有成竹，那我就静候佳音。行川是我啊。I've been thinking of it all week. Taste of salt and white and body. 师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听佣人说，你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书房喝闷酒，我担心你，特意给你熬的醒酒汤。我能不能先把汤放进去啊？当然了。师爷，对不起，白天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。行川，只要你相信我就不委屈。行川，喝完汤醒醒酒再睡吧。好。行川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去休息。盛名医药不愧是国内顶级医药公司，厉行川，你就好好享受你的研究成果吧。师爷，不要走，我哪里比不上傅四爷？你个龌龊小人，哪点能跟四爷相提并论？蕾丝睡衣啊，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？别管我用什么方法，有用就行。还找不找财宝？哎，
还是和以前一样笨，就连偷东西都不会，还要跟我谈合作？跟以前一样？你以前认识我？想多了。我是说啊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。0418，李行川这个畜生，竟然用傅家的忌日做密码。看来大哥对你是真爱啊，竟然连保险柜密码都是用了你的生日。少废话！看来贺明骗了你，我那500万记得要还我。你少说废话。贺明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贺明说的话肯定是真的。这报表肯定就在这个房间里。你好像才是那个笨蛋。大哥，别怕阿福。阿福又在画阿弗洛狄特。思夜，为什么喜欢叫我阿福啊？从来都没有人这么叫过我，只有你这样叫我。因为李氏是大家的李氏。除了傅思夜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叫我。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你给我开开门好不好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还能是谁？当然是厉家的二少爷，是你未来的小叔。只有思月。你这可不是什么沈罗的刀，难道你想被他发现你我深夜当着厉行川的面做这种事情？黎诗雨，你怎么会在大哥的书房？我是他的未婚妻，我为什么不能在？大哥的书房平日里连我都不能见，你这个到底给大哥灌了什么迷魂药？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因为你教唆贺奴，诬陷我盗取财宝。你都知道了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丽芝，你要是继续还想当厉家大小姐的话，我奉劝你安分点，别招惹。大哥，你看他，大哥，你要是还想继续被关禁闭的话，你可以再大声点，把你大哥吵醒。
那个称呼只有我跟思夜才知道。你究竟是厉行渊，还是我的思夜？厉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情啊？慌慌张张的。盛明医药被人举报了税务问题，现在相关部门已经带人查封了公司的彩绘部门，公司的账户也已经被冻结了。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怕是咱们的财报给泄露了。这大哥做事情还真是不小心。我还没来得及举报盛明医药，而公司这么快就被查了，难道是厉行渊？星川，别着急，先去公司看看。少在这嘴狠拙嘴。励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哥，昨晚我去书房找你的时候，你已经睡着了，房间里就只有林诗雨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我看他分明就是趁你睡着的时候偷了财报，然后转身就把你举报了。李芝，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你大嫂，可这种事情岂是能张口就来的？大哥，看来我前几天让你禁足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错在哪了，是不是？给我滚回房间去！凭什么？我又没做错什么。行了，星川，你别怪励志，他也是为了公司好。我看我就是太惯着他了。诗雨，他这可是在诬陷你。大哥，你怎么就知道这财报不是他偷的呢？财报是公司最高级的机密文件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放在哪里，经手的也就那么几个人，难道你大嫂还会算吗？你什么你？赶紧滚回房间去！我又没说错什么，凭什么关我禁闭？星川啊，我看荔枝也是在房间里闷太久，才会胡思乱想。要不我帮他办一场宴会，就当是帮他解解闷。用不着，少在这猫哭耗子讲慈悲。大嫂真是好兴致啊！现在公司在被查偷税漏税，大嫂还有心思去办宴会。星川啊，越是这个时候，厉家就应该越热闹，这样别人才不会肆意的揣测厉家。还是诗雨想得周到，就按照你说的做。励志原本想晚点通知你，现在看来留不得。李诗雨，你这个东西，想用我博一个贤良的名声，你这个算盘算是打错了。我的好大嫂要在厉家举办一场宴会，告诉他们，谁要是敢来，就是不给我荔枝脸面。我不好过，厉家也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投。李诗雨，你和傅思业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蠢货。诗雨，公司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应该是出了内鬼。内鬼？那公司……别怕，有我在，这段时间你就在家老老实实的待着，我怕有心之人狗急跳墙伤害你。厉行川这是开始怀疑我了，名为保护，实为软禁。行川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光天化日的，还要不要脸？李芝，行川，励志，你今天这条裙子可真好看。再好看有什么用？没人来参加宴会，不照样是无人欣赏？诗雨，距离原定宴会开始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，宾客怎么还没来？大哥，当年离家陷害傅家的事情，谁人不知？
黎世宇表面对傅思叶一往情深，实则背地里看着他爸亲手毁了傅家。我看今天的宴会没人来，是因为黎世宇的蛇蝎之心人尽皆知。放肆！荔枝，你大嫂好心为你筹办宴会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歹毒的话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大哥，我们厉家的宴会什么时候这么冷清过？你要是真娶了她，那才是真的毁了厉家。依我看，你就把她赶出去吧。谁说厉家的宴会冷清了？谁说厉家的宴会冷清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……荔枝，你真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阿哥的相亲大会你都不忘了叫我。你说什么？什么相亲大会？不是你给我们发邮件说，今天你二哥在家里开相亲大会，各家的亲亲都会来。你看我这条裙子好看吗？你二哥会不会喜欢？相亲大会？荔枝，你简直是胡闹！你难道不知道你二哥已经和沈小姐有婚约了吗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大哥，这个消息真的不是我放的。李诗雨，一定是你。荔枝，刚刚王小姐已经说了，是你发邮件让大家过来的，你大哥也听见了，你这怎么能怪我呢？你，秦渊，你知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给荔枝举办宴会？你看上去不像个那么良善的人。我帮你拿到了财报，而你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直接举报了盛名医药。这么看来，你也不是一个安分的合作者。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跟我玩这套？别忘了，我当初答应跟你结盟，是因为你可以帮我拿到厉家的财产。而你现在节外生枝，到底是谁不安分？我正是为了拿到厉家的家产。什么意思？我要用这场宴会把荔枝彻底从厉家赶出去。荔枝不过就是个蠢货，值得你这么大动干戈？荔枝怎么说也是厉家大小姐，虽然是领养的，但至少她是厉家的一员，那家产必然有她一份。我要是把她赶出去了，那我们能拿到的只会更多。你还真是贪得无厌。那是当然。不过这件事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忙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，心渊。厉秦渊，你说啊，这什么相亲大会是我跟你说的吗？星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和沈小姐已经有婚约在身了，这种事情怎么能开玩笑呢？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荔枝这性子，什么事情不顺着她就大吵大闹的。我这也不是想让你耳根清净点吗？厉秦渊，你和黎诗雨是一伙的。荔枝，你二哥都说了，大家是通过你的消息才来的，你这也太荒唐了吧！你根本是个里外挑唆的。荔枝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大哥，分明是黎诗雨诬陷我，还有他们两个是一伙的。算了，金川，荔枝就这性子，你也别跟他计较。今天还有宾客呢，先去招待吧。诗雨，
你就是性子太软，才会3番5次被他欺负。大哥，连你都不相信我？星川，我是他大嫂，我总不能因为一个衣服这件小事就跟他计较，当众吵起来吧？可是，我先上去换身衣服，你招待宾客。能娶到你，真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先上楼换衣服，我在这等你。贱人就是个十足的，我要杀了你！小姐，我亲眼看到二少爷跟着李诗雨一起进了房间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我亲眼所见，这还有假？李诗雨跟自己的小叔偷情，我看你这下还怎么狡辩？是时候让你滚出李家了。心愿，弄疼我了，轻点，别急嘛。该死的狐狸精，勾引完大哥还敢勾引厉行渊。小姐，咱们怎么把厉总一起叫上来？你懂什么？厉诗雨诡计多端，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还不知道他怎么脱身。等把他抓奸在床，看他还有什么话好说。我就在这等着，你去把大哥请过来。是。大哥，我就说这个李诗雨是天生的，说什么为我姐妹儿举办宴会，我看他分明就是为了制造机会和厉行渊偷情。荔枝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大哥，你要是不相信我，就自己打开门看看。我要是冤枉了他，我就立刻离开厉家，绝不给厉家丢脸。但我若说的是真的，你就把李诗雨赶出厉家，绝不许包庇他。大哥，开门。是，这厉夫人也太不检点了。就是这回可让厉家的颜面往哪放啊？大哥，你看，我根本没说错吧？李诗雨，厉行渊可是你的小叔，在厉家和自己的小叔偷情，你可真不要脸。李诗雨，别敢做不敢当啊！出来，让大家看看你有多不要脸。这怎么可能？荔枝，这笔账我以后再跟你算。我说荔枝啊，我好不容易寻个开心，你还真是让人找不着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大哥，我真的亲耳听到了李诗月的声音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李诗雨，李诗雨，你到底逃哪儿去了？荔枝，你是在找我吗？不可能！李诗雨，我分明听见。听见什么？星川，我刚换好衣服，就在楼下做糕点，结果我一扭头，你们大家都不见了，怎么都聚在这儿？要不要尝尝楼下的糕点？刚做好。李诗雨，你装什么装？我分明听见你和厉行渊在这个房间里偷情，说你是怎么出来的？偷情？荔枝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对今天的宴会也不满意，但是你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这是在丢厉家人的脸。
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大哥，够了！荔枝，你不要脸，我们厉家还要！来人，二小姐连日操劳过度，失了心神，送她回房间休息。我不！你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？陈妈，邢渊在我房间里的事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特别是荔枝。是，夫人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二小姐的。那就好，我送你出去。想要把荔枝赶出去，那你的办法呢？一场宴会而已，对他能造成什么伤害？想要借助我的手把荔枝赶出去，真好一招借刀杀人啊！真是好计谋。怎么，怕了？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共同的目的，或者说你不在意荔枝能分走厉家多少财产？我当然介意，不过比起把荔枝赶出去，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想的什么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演戏，那不如我们假戏真做。你疯了！荔枝马上就要上来了。李家公司这事情我都做过，现在怕了。好了。好啊！既然你不想要厉家的家产，那咱们谁也别想要。你还真是个疯子！知道我是个疯子，就别来招惹我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房间有一个能通往隔壁的门，待会儿我走了以后，你就放出这段录音，剩下的就交给我。你该下去了，心渊。荔枝，大嫂都说过了，她在楼下坐高铁，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啊？大哥，我看分明是你被他蒙蔽了双眼。你别忘了，财务报表丢失的那个晚上，你醉酒在书房，房间里就只有他一个人。那晚他都能逃脱，今天能脱身有什么古怪的？诗雨，我喝醉的那个晚上，大嫂都干了些啥？星川，你这是在怀疑我？那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去给你送醒酒汤，结果你差点……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要跟父亲守孝，但是你根本就是不管不顾，最后你醉倒在书桌上，我费了好大的劲，我才把你搞到床上去。我刚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荔枝就进来了，他吵吵闹闹的，差点把你吵醒。就这样，你现在还怀疑我？我弄疼你了吧？星川，我也是厉家人，而且你是我丈夫，我举报厉家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师爷，你说厉家也是你的家？对不起，是我一时情急。星川，我一心为你，我明明知道你妹妹根本不喜欢我，但是为了厉家的和谐，为了你的颜面，我都这样尽力的去讨好她了，你怎么能怀疑我？还真是个天生的演员啊！黎诗雨，你装什么？星川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不能再包庇荔枝了。那天就是他指使贺明，他去偷了财报，然后放在我的办公室。不是这样的，大哥。荔枝，说到底，你才是厉家的二小姐，黎诗雨不过是一个外人。
盛名医药也是厉家的产业，你就算再不喜欢它，也不能拿厉家的公司开玩笑啊！荔枝，盛名医药的财报是不是你偷的？不是我，大哥，我怎么可能知道盛名医药的报表放在哪儿？贺明还在的时候，他可是你大哥最信任的助理，那个报表的具体位置只有他和你大哥知道。他对你情根深重，当然是对你有求必应啊。你胡说！大哥，我也是厉家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举报盛名医药？你知道的，我对你都是他口口声声说一心待你，谁不知道他和傅思业青梅竹马，两个人都快结婚了。我看他这次来就是为了给傅思业。大哥，你竟然让他打我！来人，二小姐精神失常，立刻送去城郊别墅，严加看管，好生养病，千万别让她受了伤。我不去，我不去城郊别墅，我不去，我不去城郊别墅，我不去，我不去城郊别墅，我不去。这不是厉行渊的车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当年为什么要指使贺烧毁父亲？厉行渊啊，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和志宇狼狈为奸，以为这样就能把我赶出厉家？走吧。我问你什么，你就回答什么。我可没有厉行川那么好的耐心。傅思业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现在不是你问问题的时候。为什么要指使贺明烧了傅家？因为傅思业该死，所有大哥不喜欢的人都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哼！就为了那个见不得光得不到回应的爱情，你就要了傅思业的命。那不是最爱傅思业了吗？可是大哥竟然也喜欢他，真是性格让人嫉妒。我就是要让他看着傅思业死，我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。现在生不如死的人该是你了。我可是厉家的二小姐，你要是敢杀我，大哥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杀你，我还怕脏了自己的手呢。还记得贺明吗？他来看我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姐，我帮你办事，就这么对我吗？你别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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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！借个火。林诗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别告诉我你是担心荔枝啊？当然不是了。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，否则你也不可能带贺明过来。贺明，我求求
荔枝这个蠢货，竟然能够误打误撞的猜到是我们泄露了财报。为了以防他歪打正着的再去泼你脏水，我当然应该把他给除掉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为了我？大嫂，你我可是同盟。你想要厉家的家产，我帮你除掉荔枝这个竞争对手，你能多拿好几个亿。我怎么看你的样子，不是那么的领情啊？按你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。李诗雨，我教过你的。谢，不是用说的。那你质问荔枝当年为什么要教唆贺明放火烧了傅家，也是为了我？他竟然全都听到了。回答我，你质问荔枝的那个问题，你想得到那个答案，到底是为了我，还是因为你就是傅思言？李诗雨，你得了失心疯是吧？傅思业早就死在10年前那场大火之中了，难道你忘了是你父亲和我父亲联盟举报傅家贩卖假药害人性命，才导致傅家上下10几口无一幸存？是，思业10年前就死了。死了的人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大嫂，是时候回去了。思业他没死，遗忘才是死亡的终点。他还活着，活在我心里。你现在是厉行川的妻子，你当着我这个小叔的面和死掉的前男友情深意重，就不怕我告诉厉行川吗？我不怕告诉你，在我心里，我的未婚夫永远都只有傅思业一个人。你会拆穿我？你是说诗雨和厉行渊一起去了城郊别墅？没错，2个人站在门口说了好一会儿话，至于说了什么，距离太远，没人听清。新川，我回来了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诗雨，去哪儿了？你都湿透了。我去了趟城郊别墅，在那儿还碰到了行渊。为什么要去城郊别墅？新川，你这是在审问我吗？10年，整整10年，对我冷若冰霜，哪怕我不顾一切和你订婚，你却依旧对我不咸不淡。今天，你和厉行渊一起去城郊别墅，难道我不该问你吗？新川，放开我，你弄疼我了！说，你们是不是约好了？你俩到底背着我做了些什么？我去城郊别墅是去看荔枝的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在。荔枝处处针对你，我甚至为了你，不顾厉家的脸面，把他赶出家门。说你为了去找他，你可以不顾厉家的颜面，但我不行。荔枝再怎么说，她也是厉家大小姐，
现在厉家风波频起，所有人都在看厉家的笑话。我去看厉之，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，厉家好得很。那厉行渊呢？你们俩亲密得很呢。我不知道，你是他亲哥哥，我是他未来大嫂，难道你让我见人不识，然后传出去，你这个厉总容不下你亲弟弟吗？这么说，还是为了我了。你可以不接受我的好意，但是你不能怀疑我。好啊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，那不如今天我们就做这事情。星川，我说过的，我要为父亲守孝。守孝在心里，更何况你我的婚约本身就是黎叔叔的遗愿。就算今天我们两人发生点什么，我想黎叔叔应该不会怪我的，对吧？到底是要为你父亲守孝，还是说你心里还有傅思燕？又或者你的心里又有了别的什么人？如果今日不能满足厉行愿，恐怕他会真的怀疑我。我就知道，日月，你是我的，你只能是我的。大哥大嫂还真是心急啊，都等不到回卧房吗？这书房门口人来人往的，就不怕被家里佣人听去了吗？星月，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大哥是忘了前几天在订婚宴上答应我的事情了吧？你是说家产的事情？订婚典礼都已经过去好几天了，大哥却迟迟不愿跟我聊这件事情。大哥不会是后悔了吧？星月，这事儿什么时候都能聊，但不是现在。大哥的意思是还要拖着了。好，那我明天就去盛名医药，反正那边现在正在被查，现在正需要一个人出来主持局面。好，聊，现在就聊。那就请大哥去我房间吧。你这书房我可进不起，别回头丢了什么东西再怪到我的头上。星川，你去吧，我刚好得换个衣服。厉行川，别忘了，晚唐和厉心渊还有婚约，你们厉家也是在沈家的扶持下才有了今天。盛名医药眼下的困境，并不是你拖延的理由。尽快输送药物到公海，否则我会亲手毁掉厉家今日的风光。原来盛名医药服务的是沈家，当年傅家被针对的事情也有沈家的手笔。厉行愿，站住！我说大嫂，
就这么没有良心吗？我今晚好歹也算是救了你一次，怎么连句谢谢都听不到了？厉行川本来就因为照片的事情怀疑你我，你今晚的所作所为，他只会更加怀疑。原本就不是什么坦荡的人，大嫂，你都背着他亲过我多少次了？怎么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？我今天跟大哥喝多了点酒，头这会儿正好有点痛，过来，帮我摁。凭什么？就凭我今天帮你守身如玉。盛名医药背后似乎藏着更大的阴谋。还查到些什么了？半个小时前，我看到厉行川的电脑上有一封新的邮件，是沈氏集团发给他的。沈氏集团让他赶紧解决盛名医药的巨大问题，然后把他们药物送出公海。沈家？对，沈婉棠的父亲沈平山，当年傅家的事情肯定跟沈家脱不了干系。傅家当年贩卖制造假药，害人性命，灭门那是咎由自取。大嫂放不下已故的旧人，就往我未婚妻身上泼脏水，你觉得这样对吗？厉行远，我劝你说话放尊重一些。傅叔叔还有思叶是不可能干这种事情的。厉行远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当年正是你父亲和厉家举报的傅家。厉行远，我爸爸不可能干这种不义的事情。当年的事情一定另有隐情。你要是不愿意帮我，也不需要你帮我。这事儿本来就跟你没关系。明天我要回趟厉家。你可知道，要继续调查下去，你会陷入危险。总有一天，厉行川和沈家会有所怀疑，你就不怕吗？怕？那我就不会选择嫁给厉行川。所以，你嫁给厉行川是为了调查傅家的事儿？你问的太多了，早点休息。黎家和厉家联手害我傅家，而你为了查清楚当年的事情，竟然舍身嫁给厉行川。阿福，我到底是该爱你，还是该恨你啊？行远，你多吃点，你最近都瘦了。行川，这位是？世远，这位是行远的未婚妻，沈家的大小姐沈婉棠。沈小姐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李诗雨。嗨，世远，赶快坐，桌子快凉了。大哥，大嫂长得可真漂亮。都怪行远，他还没有大哥想的周到。要不是大哥提出把我接出来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。原本应该是我跟行川登门拜访的，只是最近事情有点多，耽误了点时间。沈小姐，海涵。嗨，这没什么。大嫂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爸一直把我扣在公司里，让我跟着参与，可把我给累坏了。沈小姐天资过人，沈总自然寄予厚望。我都好久没有见到行渊了，这次多亏秦川哥接我过来，不像大嫂你，整天搁大哥形影不离的，真是叫人羡慕。行渊跟沈小姐是？既然你喜欢，那以后我们就形影不离。真的？当然。我在来之前就听说大嫂和行渊关系好，大嫂你说，行渊他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难怪见到我就这么大的敌意，原来是怀疑我和厉行渊之间的关系啊。行渊是行川的弟弟，
这性格品性自然是一脉相传。行川言而有信，想必行渊也不会让你失望。大嫂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行渊，冷静艺术中心正在开画展，你等会儿陪去逛逛好不好？我一会儿还要去公司，没空。那大嫂陪我去吧，刚好我也不愿意跟你们这些臭男人一起逛街，逛不了多久就喊累。我？怎么？大嫂这不愿意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待会儿得回趟李家。诗雨，难得沈小姐有这样的雅兴，你需要什么，我叫人去给你取就是了。你就陪沈小姐去逛逛画展吧，刚好可以散散心。沈婉堂我们可得罪不起，诗雨，你就去陪陪她。好吧，沈小姐。好啊，有大嫂陪我就够了。这幅、这幅还有这幅。四叶，你又闹我！你都画好了？画好了。像你这么偷懒，明天黎叔叔啊又得说你了。我才不怕，反正我的四叶都会护着我。四叶，这幅画好漂亮啊！你是打算拿去拍卖行情卖吗？我这雕虫小技哪有人看得上？还是挂在家里吃灰吧。谁说的？四叶，你要记住，你是最厉害的，画画厉害，干什么都厉害。全都给我包起来，刷卡。好嘞，沈小姐，您真有眼光，我这就叫人给您包起来。丽夫人呢？你可有喜欢的？大嫂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还哭了？没事儿，只是这个画家技艺高超，突然被他画中的情绪所感动了而已。经理，我就要这幅，帮我送到丽家。好的。大嫂，你放了这么多名画不买，竟然买那幅无人问津还落灰的画。画无贵贱，个人喜好而已。好，右边高一点。好，就这儿，定住。下去吧。行渊，你快看，今天大嫂在画展上买的画。行渊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我的画。你说什么？厉行渊，你刚说什么？这是你的画？没错，我当时在国外养病的时候百无聊赖，那天上网正好就看到这幅画了，就联系了画作的原主人买下这幅画。不过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，这幅画也没有到我手上。你说你买了画，却没收到画，你不去反问，反而是把它转卖了，你撒谎！一幅画而已，能值几个钱啊？我当时只是以为自己被骗了，所以没有继续追问。哎，不过大嫂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
没什么。既然这幅画呢是我先看中的，那就麻烦大嫂忍痛割爱。这幅画虽然是你先看上的，但我也花了钱了。你不去找那个骗你的画家，反而问我要画，你不觉得不合理吗？还真是有趣啊！看来他们跟我说邢渊和大嫂关系不是一般的好这件事情，果然是真的。沈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误会？没呀，我只是觉得难得有审美如此一致的两个人。邢渊，你说呢？不过是一幅画而已。既然大嫂不想让给我，那就算了。厉行渊，你想要的到底是画还是人？沈小姐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我是邢川的未婚妻，邢渊的大嫂，她想要的当然是画了。是吗？我听说邢渊几次帮你解围，可比大哥还要贴心啊。邢川性格古板，而且他肩上又有厉家的集团，对我有疏忽也很正常。邢川说邢渊啊，从小就心思细腻，他替我解围，不就等同给他大哥解围吗？不过是一幅画而已，居然引起了这么多猜测。那这幅画还是留给大嫂你自己欣赏吧。你可以揣测我，但是你不能揣测厉家的家风。厉行渊，沈小姐，邢渊他就是这样的性子，邢川说了他很多遍了，别放心里啊。李诗雨，你对厉行渊真没有半点男女之情吗？沈小姐，邢渊现在才回国几天啊，跟我办订婚仪式的是邢川。怎么，沈小姐不相信我？我当然相信大嫂了。既然如此，我想请大嫂帮我一个忙。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上沈小姐的？邢渊一直对我避之不及，早上提起我们的婚事，他是一拖再拖，还请大嫂帮帮我。沈小姐这是想给邢渊下药啊？邢渊对我没有那么亲近，要是我亲自给他送吃食的话，他肯定不肯。但大嫂就不一样了，她最听大哥大嫂的话了。但是这种事情，我也不好请大哥来帮我吧？怎么，大嫂这是不愿意吗？要是邢渊知道的话，你放心，这药得半个小时能起效，你送完就走。有千万个不是，那只是我的不是。好，我帮你。这就对了，有劳大嫂了。单独来见我，就不怕被沈婉棠看见了？他出去了，这碗汤就当是我对刚才那幅画对你的补偿。这到底是补偿还是毒药？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，赶紧喝吧。为了取信沈婉棠，不惜给我下毒。黎诗雨，你真是不择手段。我没有。没有？你和沈婉棠在客厅的话，我一字不落的全都听到了。我跟你说呀，
厉心远，干嘛？放开我！贪得无厌就要承担贪得无厌的代价，替人下药，自然要替人承担后果。比起沈婉堂，我更喜欢你。厉行远，厉行远，大嫂她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她进来喝完汤以后说了2句话就晕倒了。你这汤里放了什么？就是一些普通的鸡汤，还有你给的那个。行远看起来好像是过敏导致的昏迷，赶快叫救护车啊！好。陈医生，邢渊他这是怎么了？不过是海鲜过敏，已经脱离危险。醒来之后稍作观察，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家了。谢谢你，陈医生。师爷，邢川，邢渊这是怎么了？海鲜过敏，不过程医生说了，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别担心。好端端的怎么会海鲜过敏？因为他吃了什么？这事儿也怪我，是我抢了邢渊的话，本来想着做碗汤给他做补偿的，结果我想让鸡汤更鲜美一些，加了海鲜粉，这才导致过敏的。邢川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我回头再跟你细说。你能不能先替我送沈小姐回去？她吓坏了。那邢渊这儿，邢渊这儿你放心，我跟程医生在。况且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我闯的祸，我要负责的。是，那就辛苦你了。沈小姐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沈小姐，抱歉啊。算了，大嫂也不是有心的，我等邢渊醒了我再过来，这里就麻烦程医生了。你醒了。大嫂计划没有得逞，真是抱歉。我本来就没打算帮沈海棠。你什么意思？厉行渊5岁就被送出国，他虽然常年在病榻上，但是他从未海鲜过。你了解的资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了。就算我之前没有海鲜过敏，随着这么多年，在国外饮食结构发生变化，体质自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。真正海鲜过敏的不是厉行渊，而是傅思燕。李诗雨，你还真是痴情啊。不过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是厉行渊，不是你心心念念的傅思叶。傅思叶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去10年了，我跟你重申了多少遍？那幅画呢？我可从来不知道，在我购买之前有任何的购买记录。你说你在国外买过那幅画，你根本就是在骗我，你就是傅思叶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傅思叶的胸前有一颗红痣，你说你不是？那你敢让我看看吗？厉家太太光天化日之下扒自己未来小叔的衣服，真是成何体统啊！体统？你心里还有“体统”2个字吗？
这明明有个红纸的，怎么会不见呢？整容手术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开始你就是厉行渊了。这个痣也帮我去掉了。你就是傅思野，这一切都是你在骗我，你还在怪我是不是？你还在怪我？傅思叶已经死了，我是厉行渊，是你未来的小叔。对，我的思叶已经死了。阿福，对不起，我又让你哭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失态了。你好好休息。厉行川已经给你把车备好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为什么用这种表情看着我？你这么着急回去，是因为害怕自己失了态，还是害怕明日让沈远逃如愿，怕他怀疑你？我也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是想获得沈婉堂的信任，从而调查出盛名医药背后的勾当，避免家里升职。哼，把我送到别人的床上去获取信任，李诗雨，你的手段是跟你父亲学的吗？哈？请你不要出言羞辱我父亲，他当年一定有难言之隐。现在想走，晚了点吧。厉行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节外生枝的到底是他们还是你？说好了分厉家的家产，你却要插手傅家的事情，你这是想将我拖下水啊？调查傅家的事情是我的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拖你下水。咱俩从结盟开始就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这条船翻了，你觉得我不会落水吗？你不信我？不信。傅家的事情，我一定要查到底。你要是不信我，那我们结盟的事情就当从来没有过。结盟是你提出来的，现在想跟我分道扬镳，你到底是把我当成傻子，还是棋子啊？厉行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李诗雨，你不是最清楚获取一个人信任的方式是什么吗？不如你现在也奉献一下。不如你现在也奉献一下。真不愧是黎家大小姐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拼尽全力拿到自己想要的。厉二少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会不懂吧？你我什么我？既然这样能得到你的信任，那试试又何妨？委身自己未来丈夫的弟弟林诗雨，你的廉耻呢？廉耻？我的灵魂
早在10年前就跟思叶一起共赴黄泉。我现在只想得到我想得到的。李诗雨，这就是你的胆量和本事吗？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。思叶，你说我这每天像个舔狗一样跟在你跟前，你要是有一天不喜欢我，或者讨厌我了怎么办？我为什么会讨厌你呢？我和你在一块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会觉得很幸福。对不起，思叶，为了我想要的真相，我像行尸走肉一样游走在厉行川和厉行渊之间。这样的我，怎么配得上你的心动？睁开眼，看着我。为什么要哭？与你无关。你要是想获取我的信任的话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不要再去查当年傅家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傅，如果你继续调查下去，你一定会受到伤害。这一切原本就不该你来承受。我到底还是爱你的。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了。继续调查下去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死去的傅思燕也不会死而复生。你在担心我？我是担心我拿不到厉家的家产。如果你继续调查，沈家和厉家必然会有所察觉，到时候我们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你想保全厉家？我说的有错吗？这么多年，沈家一直扶持着厉家，沈家倒台，厉家也不会好过。到时候就算我们得手了，恐怕也不剩什么了。我没看出来啊，被厉家流放20多年的厉二少，竟然对一个不闻不问的哥哥这么心疼啊！你想保全他？我说了，我是要保全自己的利益。答应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事成之后，我会把整个厉家的家产全都给你。你是说你什么都不要？所以这笔交易你要考虑一下，毕竟对你百利无一害。宁愿什么都不要，也要阻止我调查当年傅家的事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嘛，贪得无厌。你用厉家所有的家产作为筹码，我感觉很心动。那就如你所愿。程医生，李小姐，我来给邢渊换药了。好了，那麻烦你好好照顾他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思叶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很清楚那场手术对你来说问题很严重，半条命都没了。你知道那汤里有东西，你还喝，不要命了是吗？再有一次，我也保全不了你的性命。啰嗦，知道了。还有啊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李诗雨你的真正身份呢？他现在为了调查当年的事情真相，已经开始不顾一切了。我要是告诉阿福我的真实身份，恐怕他什么都舍得出钱。阿福，好，
阿福是你叫的，我看呀，你就是还爱着人家吧。她是我的未婚妻，即使我们之间隔着很多理不清的仇恨，可我放不下她。啊，我就知道，刚才在门外我都听见了。你羞辱她，想让她放弃调查当年的案子，也是为了保全她，是吗？厉行川虽然没有完全相信荔枝的话，可他生性多疑，一定已经开始怀疑阿福了，不然他也不会派人去跟踪阿福。如果他继续深入调查，一定会遇到危险。唉，真是一堆怨话。哎，阿福已经开始怀疑了，我这脸上的疤痕有办法去除吗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安排。我和我失去联络。思夜，他就是我的思夜。我没有认错，他就是思夜。看见某月某月，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言，就让它带走。明明就是我做的，我明明可以早一点，我可以早点认出他的错没有。谁能发现？我明明可以早一点。曾经有过你的脸。思夜，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把你从这个漩涡里拉出来。我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去李家。夫人，厉总说让您从医院出来之后直接回厉家，他在家中等您。我说了，去李家。厉行川已经对我心生忌惮，在厉家恐怕什么也查不出来。爸，但愿您能给我留下一些蛛丝马迹。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东西，没想到爸爸还留着呢。这里都是阿叶之前写给我的情书，怎么会有一支录音笔啊？老李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沈家现在已经拿到傅家医药专利的核心技术和数据，而你就误打误撞的知道了这件事情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，可只有为沈家办事这一条路了。厉国生卑鄙无耻，沈家盗取傅家医药专利，
你竟然还想让我跟你一起给沈家卖命？你做梦！还真是黑白分明啊！可别忘了，你还有个女儿，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诗雨好好想想。沈家想要谁的命，那不是轻而易举。原来当年爸爸是为了保护我才……爸。当年沈家盗取傅家医学专利的事情，沈小姐都知情吧？当然知道了。我爸爸心疼我，为了让我出国读书，用了傅家的医药专利，为我铺路啊！用傅家的人命做前程，你用起来一点也不愧疚吗？有什么好愧疚的？傅思叶的父亲被判了死刑，他的妈妈是自己受不了了才自杀的。至于傅思叶嘛，那是荔枝只是放火烧死的。这一切跟沈家有什么关系？沈婉棠，你就不怕傅家的冤魂来找你索命吗？傅家那是命不好，要找也得找厉行川和荔枝才对，他们都不怕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要杀了你！从我第一次见你，就觉得你心怀鬼胎。刚刚司机回到厉家，说你直要回李家。我原本以为你和厉行元偷情去了，没想到啊，是来调查这件事情的。你想杀我？没错，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有些真相就应该被埋在土里才是。有些人也一样。你怎么了？李诗雨，你还真是不安分啊！我就知道你答应我是在乎。你是来保护我的。你跟程医师在医院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你就是子夜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你就是我的子夜。子夜，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需要躲在你身后的小女孩了。这个是沈家盗取傅家医学专利，厉行川的父亲以我的性命威胁我父亲与他同谋的证据。只要我们一起面对。之前我们说过携手并进，现在也一样。不，你听错了，我是厉行渊，我只是厉行渊。你不能继续在海上待下去了，我会让程明送你离开。不可能！10年前犯的错误，我现在不会再犯了。李诗雨，你知不知道沈婉棠离开厉家到现在都没有回去？厉行川迟早都会怀疑到你的头上，你还不害怕吗？我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为了你，为了傅家，也为了我父亲的名声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厉家
还有沈家付出代价，哪怕我死，你真傻。子夜，答应我，不要独自面对，我们一起携手并肩，好不好？阿福，我只要你明媚而简单的活着，我会让程明送你离开的。沈叔叔，李新川，你这个蠢货，连你弟弟是假的你都不知道。沈叔叔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刚调查清楚，真的李新渊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在国外病故了。你家里的那个怕是傅思义。什么？没想到当年他竟然侥幸活了下来，在陈家那个小子的帮助下，跑到了国外养伤。他这次回来，明摆着就是要调查当年的事情。还有你的那个好未婚妻，只怕这两个人旧情未了。沈叔叔，这其中怕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诗雨说，愚蠢至极。李金川，你怎么就半点都没随你父亲？我警告你，当年的事情一旦被他们查到，沈家活不了，厉家也别想安宁。傅思业和李诗雨一定要解决。诗雨可是我的未婚妻，我绝对不可能让你伤害她。李新川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着你的儿女情长？沈叔叔，当年沈家做了些什么，我可都是一清二楚。难道沈叔叔真的不要沈家了吗？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威胁我！沈叔叔，我只是想保护我的未婚妻而已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李诗雨可以活下去，但我要厉家的全部财产，包括傅思业的命。成交。厉总，这沈总说的话该不会是……诗雨还没回来吗？不仅太太没回来，就连沈小姐也失联了。医院那边的二少爷，不，傅思业也已经不知所踪了。养在国外的那批人也该回来看看了。厉总，您的意思是？我明白了。思业，离家恐怕是待不下去了，咱们得赶紧离开。把沈婉堂带上，关键时刻过去明火。程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当然要归功于某些人了。虽然换了脸，但脑子也是一如既往的好用。手劲嘛，也是不减当年啊。废话怎么那么多？还不让你的人把他弄走？哎呀，这就是你求我的态度啊！你们就放心在这住着。我程家在海城好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厉行川不敢得罪沈家，我们程家的门也不是那么轻易进的。程医生，谢谢你啊。谢谢你啊，谁叫我当年教你深。阿福，最近你也累了，我让程明准备了衣服，都在楼上，你去洗个澡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嗯，好。是你俩真的都靠沈家厉家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一旦失败，你就很可能
跟叔叔阿姨团圆了。就是因为危险，所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帮我准备一张明天最早的机票，随便去哪里。阿福已经被我拖累太久了，剩下的事情我想你一个人面对。你要送他走，他会同意吗？那就由不得他。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你也先去洗个澡吧。李小姐，听墙角可不是个好习惯。陈医生，我是不会离开四叶的。是李小姐，只有你走了，四叶才会不顾一切的揭穿当年的真相。你可是他最大的人，万一到时候你受伤了，江海怎么办？好，我走便是。不过陈医生，我走之前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不好了，厉总，刚收到消息，李诗雨现在在机场。追，就是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他给我带回来。是。思叶，你一定。等一切结束，我一定会亲自接你回来的。那说好了，不准食言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在国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等我。好。找到了，厉总，没有找到夫人的踪迹。去给我接着找，找不到黎诗雨，我把你扔到公河。是。登记时间到了。李总，夫人在那。诗雨，我来接你回家。诗雨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怎么会是你？我正打算出国度假呀。你不知道，刚刚邢渊还特意来送我呢。我就知道上次宴会之后他就对我死心塌地的。等我回来，我让我爸上门跟你聊聊我跟邢渊的婚事啊。黎诗雨到底在哪儿？黎诗雨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登机时间到了，回来见。厉总，我们中计了，黎诗雨要出国，根本就是个烟雾弹。他现在正在举行记者会。说什么？不行，阿福，你不能再插手这件事情，我不想再看到你受伤。思叶，这件事情我们别无选择，我已经让陈明通知王小姐了，调虎离山，等到时候厉行川发现的时候，真相就已经水落石出了。阿福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思叶，我看你就按照李小姐的意愿去做，毕竟这事儿和李家也有关系嘛。李总临终前给李小姐留下证据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替自己洗清污名。怎么，你连岳父的遗愿也要违背啊？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这件事情
势在必行。各位，我今天在这里召开记者会的目的，是为了揭露当年富家医药制假的真相。老李，沈家现在已经拿到富家医药专利的核心技术和数据。厉国生卑鄙无耻！厉总，当年厉家和沈家的勾当，您是否清楚？厉总，当年厉家和沈家的勾当，您是否清楚？厉总，听说盛明医药涉嫌财务问题被封，请问盛明医药背后的第一验是否跟沈家有关？听说厉家多年来都在为沈家制造假药，输送公海，偷到海外。请问这一切是否是厉总您的授意？林诗雨，为什么背叛我，背叛厉家？我对你没有半分情感。当年你父亲以我的性命要挟我父亲，助你们扳倒富家，而你，贺明真正帮助的人是你。要是没有你的允许，他怎么敢放火？杀人越货，这哪一桩冤枉了你？冤枉了你们厉家！傅思夜他就该死！明明是我先认识的你，为什么你的眼里从来就没有我？像你这种心狠手辣，阿福怎么可能会爱上你？到底是我输了，可你以为你就赢了吗？你还不是要顶着这张仇人之子的脸？以后你每次照镜子的瞬间，都会想起傅家的惨状。这张脸可以是厉行渊，也可以变为傅思夜，多亏你薄情寡义，不顾你弟弟安危，才让我有机可乘。都该死！你们都该死！我放你们的！你没机会了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阿福，辛苦了。只要能让傅家沉冤得雪，能还我爸爸清誉，能让沈家跟厉家付出应有的代价，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。对不起，思夜，这10年，在你心里是不是很恨我？我原本以为我是恨你的，可是当我看见你站在厉行川身边的时候，我简直都要发疯了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我一直还爱着你。可惜了，让沈婉堂逃脱。当年他爸爸可是因为给他铺路，才盗取了傅家的医药专利。只可惜他不是当年的直接参与者。沈婉堂不过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她虽然没有进监狱，但是在沈家落魄之后，她也不过是只能沦为乞丐。这样的生活对她这种人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惩罚？走吧，我们回厉家。好。傅思夜，我说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要将我失去的一切原本带着一起讨回来。傅大少，你当年写的这情话可是一句比一句酸呢，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说得出口。只要你爱听，多酸的情话我都说得出口。那以后我们结婚就在厉家的庄园吧，我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那个时候你才5岁，被傅叔叔教育了一顿，然后真的哭鼻子呢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第2
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是第2幸福的人啊？因为第1幸福的人是拥有你的我。思夜，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你真的还觉得幸福吗？很幸福啊！这颗心脏是傅思夜的，这里永远刻着阿夫的名字。厉行川在转移区监狱的路上跳车跑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沈家倒台，厉行川的恶行被查，现在厉家全部财产被封。现在警察在全城搜捕厉行川，我担心他狗急跳墙，对你不利。我觉得你们还是小心为好。这是我先看到的。沈家大小姐竟然落魄至此，再敢声张，我就杀了你！这回可没人护着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已经……这一切都要拜傅思夜所赐。厉家、沈家，你难道就心甘情愿演一辈子垃圾尾兽吗？你要做什么？我就算死，也要拉上傅思夜垫背。你现在只有跟我合作，没有第2条路可以走。你只有这样，才能为你死去的父亲与沈家复仇。好。今天这么晚了，一定得去吗？现在傅家的一切等于是从头开始，这其中可还有你们黎家的股份。我不想让爸爸失望，也不想让黎叔叔失望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厉行川还没有抓到，我担心他会伤害到你。你在家等我。那我就在家等你，你早点回来。好。 그리웠던 네가 보고 싶어서 난 잊지 못해粗心鬼，又什么东西没拿？黎诗雨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黎诗雨，你这副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的样子，让人看了还真是舒服呢。 沈婉棠，怎么是你啊？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只对傅思夜下手，你为什么把他绑过来？厉行川，果然是你！你们厉家还真是不管过多长时间，都会跟沈家狼狈为奸。贱人！我那天就应该一刀要了你的命！沈婉棠，放了他。厉行川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追他爱你的美梦？就算没有他傅思夜，他也不会爱上你。想要报复傅思夜，他就是最好的筹码。沈婉棠，我就是要傅思夜在死之前，看见他最爱的女人死在他的前面。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真相是我发现的，记者会也是我开的。 这一切跟思夜没关系，
想要保住你的爱人，晚了。沈婉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用你的手机给他发送了你的定位。哎，等到傅四爷赶来的时候，你早就被烧成灰了。去死吧！都去死吧！什么他这疯子！傅四爷，你不要命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阿福还在里面，我要去救阿福！放开我！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就不知道这是厉行川跟沈婉堂的诡计吗？冷静点啊！不能躲，那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，我也不能拿阿福的性命去赌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傅四爷！阿福！四爷，别管我了，你赶紧走！不，我是绝对不会丢下你的。要走，一起走。四爷，四爷，果然来了。不在这里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阿福，阿福。四爷，阿福，阿福。我们的婚礼已经准备就绪了，你已经躺了好久，什么时候你才愿意醒过来，嫁给我？李行川葬身火海，尸骨未存，沈海棠已见了尊女。四爷，我相信李小姐一定会回来。给道歉。珊珊说要保护她，最后她却受伤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躺在这个地方的人是我。要是你躺在这儿的话，那伺候你的人不就是我了？才不要！醒了，终于醒了。婚礼不是说准备好了吗？我的婚戒呢？我们绕了这么听一个，傅四叶的心脏上永远都刻着阿福的还好，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你，傅思叶，拉紧我的手，一起去属于我们的未来。